凌晨4点多，天还没亮，文师傅已经抵达制作窝点，用100多斤的野生土笋，耗时5-6个小时才做出了闽南特色美食，吃到嘴里有一股泥土的花香。就问你们敢吃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泥丸小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今天咱们特意来泉州，因为泉州有一道非常出名的特色小吃土笋冻。这一条一条的小虫子，口感非常的爽脆鲜甜。很多小伙伴问我说土笋冻怎么做，说实话我也不会，不过没关系哈。为了给你们拍正宗的土笋冻制作过程，所以呢来到了泉州晋江安海镇。现在呢是凌晨4点钟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制作的窝点，躲在一个小巷子里，不太好找。经过走访排查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而且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来，镜头向这边走啊，这位就是小严啊，我们的老铁粉，也就是这个制作窝点的头号人物哈。第3代传承了吧？对。今天你要教我一下这个土笋冻怎么制作哈？可以。这现在手感很好，有点像那个海肠一样的，捏起来 QQ 的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处理啊？先用井水冲一下。你这个井水是抽上来的吧？是的，都是冲上来的。井水在这底下的，这多深啊？可能30米左右啊。打30米深啊？30米就可以了。一定要用井水吗？井水有一个作用啊，冬暖夏凉嘛。它冬天的话，冲下去的肉不会收缩，煮下去就比较 Q 弹。然后冲洗完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在挑草，这些都是野生土笋嘛，枯草汁啊，还有一些螃蟹脚咯。有没有养殖的？养殖的我们没有加工。然后你这个每天去哪里收啊？去惠安那一边，渔民要怎么去挖的，然后给它收回来？是的。它跟这个现在这个是活的吗？是的，它都不动哎。把它放进水里面，你过1-2分钟，你就会看到它动。一般夏天这样子，一天得卖多少斤这个土笋啊？下面200-300斤吧。那200-300斤得多少只啊？得几万只吧？一间就差不多100条嘛。每天为什么这么早就开始做啊？因为从原材料到加工好，要5-6个小时，冬天比较快5个小时，夏天就有可能要6个小时左右。哦，要等它冻起来哈。是的。这个东西很敏感的，就是我刚刚拿起来的时候，它是很软的，然后拿到手上摸一下它就硬起来了，敏感肌比较强啊。这干嘛？过筛吗？要2次冲一下。这个搓一下就把它表面的泥土给洗掉的。挑完以后给它剪一下就处理内脏啊。现在挤完以后哈，它就变得干巴巴了。对，这剪个200多斤的，这得剪到几个人剪啊？像1个小时可以剪差不多100斤，我们3个。那个后面的不要吗？太小了，剪不出来，就直接用石头。石头吧。碾出来，碾压一下，直接推过去就可以了。对，推过去。剪完以后，全部要拿来搓洗，把它的这个表面的土啊，还有内脏啊，还要再洗一下的。是吧？这个我觉得我会啊。你来磨吧。来了，尝试一下，是这样子磨啊。要给它磨到什么程度？水要把它磨清掉的啊。这个很吃力啊。很累啊。好，放一下水。我这搞几下，手都感觉好酸哎。我这早饭都没吃。没力气磨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下锅熬了吗？可以下锅。全部洗起来才可以，我还要磨，还是我来的？好，阿姨来，哎呀，阿姨这个手速很快啊，跟洗衣机一样，全自动的，阿姨这个非常的顺手，太专业了。好，可以开始熬了啊。我先倒水，水要先上来。水要先烧开的，要倒盐啊。这个什么？味精，加一点就可以，一点点啊。这个水温要多少度啊？差不多40-50度就可以了。这个第一锅熬出来这个汤要吗？要熬多久啊？煮沸的。对，煮沸。熬这个过程一定要你自己亲手熬吗？是的，我会掌握的比较好。3、2、1，可以了吗？对，可以的。然后捞出来，过冷水，这样子就能保证它的口感就很爽脆哈。对，比较弹。然后这个现在要怎么处理？还要要磨皮，把它磨白。对，磨白，就这样一直搅，把它那个皮搅下来了。是的，这个汁还要的。对，那都是胶质。对，都是胶原蛋白。就刚才磨下来那个水黑黑的也要的。对，都要。原来这个皮还要。如果是我做，我肯定觉得这个皮可能是脏东西，直接洗一下就倒掉不要了。原来好东西就是这个皮啊，现在就白了很多了，把皮都给磨掉了。我起来那么黑，怎么会变得那么白了？磨不出来，要单独把它抓起来。不要顽固的分子单独抓出来，摩擦一下。然后皮磨完以后，这水开还要再放进去烫一下的。对。这个不要全部倒进去啊，只能再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稍微烫一下就好了。很快啊，差不多就几秒钟啊，把刚才的那个洗的水蒸气给过一下啊。接下来要处理这个小了啊。对。重复刚才的步骤，
对，只要大概把它表面的这些胶质磨下来，不要像刚才那个磨那么白了。对，这些表皮胶质比较多，对盐固起很大的作用。不要添加任何的东西，它自己会起胶。对。现在这个是小的哦，就是没有磨那么干净。这个是磨得很干净的。那很明显的感觉到它表面有一层胶质，很黏，滑滑的。哇，这会真的很好吃，很爽脆，很鲜甜。现在把这个磨掉的皮的这个水全部给它再熬出它的胶质嘛。对，煮开，这样子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就可以过滤，对。留下来的这个水，等一下就是给它放到碗里面去，然后上面放一点土笋。对。好，现在是给它分成一小碗一小碗啊，底下放一点这个小的垫底，打点这个原汤化原食，红味也给它撇掉了，不然它等一下会不会平整哦。再换一点这个大的上去，碗面要给它铺嘛。现在我们可以先去吃早餐，吃完早餐回去睡个补个觉过来就可以吃了啊，就动了。好，阿姨辛苦了啊！我们吃早餐去。小爷，可以吃了没有啊？可以了，小文哥，你这么快就睡醒了啊？我回去没有睡，念念不忘了，心里老想着土笋冻，所以呢就赶紧赶过来了。来看一看，监听刚做好的。我早上做，我记得是塑料碗哦。塑料碗也有瓷碗，可以，2份多少钱？30块钱。监听我请客。今天你请客啊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的，真的没有添加任何什么明胶啊、乱七八糟，就是这个熬出来。我看你就加了一丢丢的味精，其实那么大的一锅加那一丢丢味精，能起作用吗？味精哦，主要就是让它出一点甜味。你可以搞一点料吧，可以搞一些酱料，蒜泥啊，够了，这个蒜泥生的很辣，搞一点点这个醋的酱油。好，你不要加吗？我不加，原汁原味的好。对，原汁原味的还是最好的。粉丝先吃粉丝，今天你就粉丝来，粉丝先吃你先吃。我也是死忠粉的。哇，呛到了，这口感非常好，很脆，就是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没放那些酱油醋的话你吃下去更甘甜。那我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，漱一下口啊。真正土笋冻就是这样吃的，那个真的跟其他的。我之前吃过了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之前吃的它的冻不一样，不是这么柔，会比较 Q 一点，没这么柔，而且呢，吃起来整体也没这么香。那个可能就是有做一些添加剂。是的，他吃其他家的，你看那些解冻的哦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，但是吃这一种，就是感觉哇，好吃，很好，真的很好吃。对，这就是真正土笋冻的味道，有一股土的花香味。真的芳香味，就泥土的花香味，很香，就有一股香味嘛。这种就是海边挖出来，有一种泥土的味道。你这个都是野生的啊。对，来看，这个已传承至第3代，古早手艺加工，绝不放任何的添加剂。那这个野生的跟那种养殖的吃起来差距很大的。养殖的呢，你一定要有鲜，而且要放椒量才会掩盖那个味道。野生的海鲜有点异曲同工，就是的，没有放姜葱的话，它可能腥味比较重。纯天然野生的，它吃起来就是很清甜，没有任何的这种腥味。哇，你吃第2碗，我已经吃第3碗了，这碗还没吃完。哇，这个听下声音，我觉得这加了以后料以后，它的风味会更独特一点。我个人是觉得不加原汁原味的很好吃，主要是这个口感真的非常好。加酱料以后，主要还是以这个口感为主。我今天吃完还得打包。对，还得打包，对，得打包。一个人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冰冰凉凉的能吃5、6碗。在这里开始也，最多的一个客户，就在一直吃，吃了15碗，最高纪录。他说好吃，我还想再吃。我今天吃了3碗，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多土笋冻了，这样吃3碗。这真的是我目前为止吃过让我觉得很赞的，对，很赞的，最赞的，非常感谢。今天吃的很爽啊！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做个总结啊。首先，这个土笋真的一定要野生的，它没有任何的腥味，很清甜，然后有一股就泥土的那种花香味。今天是我吃到了最好吃也最正宗的一个土笋冻了，感谢。OK， 那么这期就先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点赞来尝一下，一键3连，一键3连。